兄弟们，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多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我们上厕所小便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尿道分叉的情况，这就会让我们的弹道偏移，从而误伤到旁边的小伙伴，就会因此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困扰。那么尿尿分叉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不要着急，今天就由钱督君为大家详细解答。在这个问题开始之前，咱先把上厕所排便比作水龙头放水，这样会方便我们之后对大家的解答环节。再来要做的就是要搞清楚自己放水时会分叉的这个现象究竟是频频发生还是偶然出现。倘若是10次排水只有1次出现的偶然状况，你就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这就是单纯的生理现象。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平时的水库开闸放水，那都是很平稳，不会有较大的波澜的。但如果说一旦到了雨季，长时间的暴雨倾盆，就会将水库的库存直接拉满，甚至说超出原本的容量。这个时候一旦打开阀门，你要想让水流缓缓流出是完全不可能的，只会有相当震撼的场面发生，洪水如猛兽一般奔涌而出，原本的出水口也只会喷发式的出水。所以这么看来，就好像咱自己平时放水都没啥事儿，但如果说有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喝了太多的水，并且在夜里被憋醒后，又因为懒或者不想离开温暖的被窝而选择忍一波，这个时候就会在自己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时，让自己的囤货喷薄而出。这个时候由于水流过于凶猛，倘若碰到一点点的障碍物，都会造成水流分叉的结果。所以别怕，这个时候的分叉不是病态，大伙儿可以放心的继续享受生活。哦对了，还有另一种不是病态的分叉情况，那就是如果你在晚上做了一个不可描述的梦，并且在梦里还没把持住，导致你第二天起来必须得悄悄的换个小裤裤。在这之后你上厕所要是出现了分叉的情况，那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通道内残存上小蝌蚪了，再加上海绵体充血没有完全消失，就会因此导致你出现放水不通畅的情况发生。所以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个人卫生，勤洗澡不是什么坏事儿。再多说一句，自己手动 DIY 和做梦这个理论相同，还是尽量多克制克制吧。如果说自己是因为以上类似的情况才分叉，那就放平心态继续生活就好了。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另一种情况了，上厕所10次就有9次出现分叉。倘若是这样的话，那就得注意了，因为这种情况就是疾病引发的现象了。首先根据数据分析，大多数的分叉都是由于管道内部发生病变导致的，比如说长期的炎症导致自己的管道内部出现伤口，在自我愈合后形成了瘢痕，因此造成自己的管道堵塞，从而无法顺利排水，造成分叉的现象。再来就是自己本身的管道不够规整，可能是后管道比较窄，也可能是管道口比较窄，以此造成分叉的现象。还有一种原因就是部分人群患上了慢性前列腺炎或者前列腺增生等疾病，这种情况就很严重了，因为自己的管道会因此而出现管道充血、肿胀、分泌物增多等现象，进而影响自己排水的通畅程度，也会因此出现分叉的现象。这个时候兄弟们就别想其他事儿了，不要不好意思啊，赶紧去医院问问医生怎么办吧，是吃药还是做手术都积极配合，毕竟这可是下半身决定自己下半生的大事儿啊。再来就是倘若自己的管道外部包裹物过长，那在排水的时候就不会趋于稳定性，一顿乱滋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当然这就不能算是分叉了，这已经属于扫射了。或者说自己的管道内有结石出现，这就得赶紧就医。结石可不是普通的阻塞物，它相对于小蝌蚪或者瘢痕都要硬得多，而且形状并不规则。这玩意儿造成的直接后果不仅仅是会排水分叉，更可怕的是疼，因为想排水排不出，更何况这玩意儿还卡在管道内，它出不来。划伤脆弱的内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如果有类似的状况，那可得长点心了。毕竟分叉是小事儿，但那儿疼是真的要命啊。说了这么多，那如果发现自己确实存在分叉的现象，应该怎么办呢？首先不要着急，先判断自己到底是生理性分叉还是病理性分叉。在日常的生活中可以稍微记录一下自己的排水情况，以10次为一组。如果说发现10次里只有1-2次分叉的现象，那就完全不用担心了，这都属于正常的生理分叉。只要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不要憋着，一旦有感觉就赶紧去解决，不要拖沓，并且多注意一下自己的个人卫生，少做一些自己手动 DIY 的事情，那么分叉的现象就会因此慢慢消失。但如果说通过记录发现自己10次排水中有8次以上的分叉出现，那就得赶紧引起注意了，因为长期分叉的现象出现就绝对是属于病理现象了，这很有可能是身上存在的很多小毛病才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这个时候就及时去医院就医，医生会给你进行检查，并且配合药物再进行治疗，彻底根治你分叉的问题。
题。俗话说有个词语叫做及时止损，意思就是遇到某种不利的情况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造成更大的亏损。这个词语已经被应用到方方面面了，更何况对于我们个人的健康而言，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投资呢？对于我们现在或者以后要面对的生活，要想让自己过得更好，一切的前提就是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曾经前途君也天真的以为只要有钱比啥都重要，直到现在才明白，一副健康的身体才是一切事物的本钱。那么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倘若还有小伙伴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前途君，我们下期再见。